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阴谋，也知道阴谋论。阴谋与阴谋论呢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阴谋呢是指几个人在背地里搞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而阴谋论呢则是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是呢被有些人编造，搞出来一个莫须有的阴谋。所以阴谋是真的，阴谋论则是假的。历史上呢有很多的阴谋和阴谋论，如果一定要评选出一个最大的阴谋或阴谋论的话，那么犹太人统治世界恐怕是最有可能入选的一个。按照这种说法，这个世界背后的实际掌控人是犹太人，他们控制着欧洲，控制着美国。近几百年来，历史上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们有关，都是他们背后操纵的结果。而他们操纵世界的手段，就是在几百年前，一些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共济会，还有后来的光明会。他们就通过这样的组织，在背后神秘地控制着整个世界。一战、二战是他们挑起来的，目的就是让美国能够崛起，以色列能够在1948年复国，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项。他们的计划还远不止如此，他们的手不仅掌控着欧洲，而且还伸向了亚洲，伸向了中国。为了能够让以色列能够成功的复国，除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外，他们还为以色列人找到了一个备选的地方，恰好就是在中国。他们计划与当时的日本人合作，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聚居区，这样可以让犹太人大量的涌入。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现的话，那么或许现在被犹太人围困的就不会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了，而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计划的名字叫河豚计划。那么犹太人统治世界，这到底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阴谋，还是一个瞒天过海的阴谋论呢？那个为我们中国人所关心的河豚计划最后怎么样了？是不是背后有犹太人在搞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秘的话题。按照这种说法，真正掌控整个世界的就是共济会。共济会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犹太人罗斯查尔德家族，以及那些在华尔街的犹太金融家们，再加上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在近几百年来，他们掌控着历史的走向，也掌控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甚至在1元美元的纸币上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共济会的存在。在1元美元纸钞的背面左面的图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只独眼，而独眼正是共济会的标准标识。而在右侧的图案中，秃鹰面前空悬盾牌上有13条红白条纹，秃鹰的右爪抓着13支箭，而左爪则抓着一只有着13片叶子的橄榄枝，鹰头上有13颗星，嘴中叼的横幅上写着一排拉丁文，意思呢就是合众为一。而组成这句拉丁文的竟也是13个字母，而左侧未完成的金字塔也恰好只有13层。13这个数字大家不会觉得陌生，我们通常将它与魔鬼撒旦联系在一起，而那只独眼呢，又有人称之为撒旦之眼。而且左边图案中上下的拉丁文字母，如果我们将其中的 MASON 挑出来的话，连接这些字母的线正好组成了一颗六芒星，而六芒星正好就是以色列的标志。 Mason 在英文中是工匠的意思，同时也是共济会的名称。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共济会通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向全世界昭示着它的存在和它的影响力、统治力。这还不算完，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共济会会员。在之后的美国总统中，除了2位总统与共济会无关以外，其余的那些总统都是共济会会员。而这2位总统呢，分别是林肯与肯尼迪，也是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2位总统，真是细思极恐啊！更离奇的还在后面，是说真正掌控世界的其实并不是共济会中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或者叫黑爪，因为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属于来自于外星的物种，平时就生活在地心，他们被称作蜥蜴人，据说他们可以变成人形，然后出来掌控整个世界。蜥蜴人的历史极其悠久，据说自远古时代他们就来到了地球，与地球上的一些古老的民族生活在了一起。苏美尔人称他们为阿努纳奇，玛雅人称他们为羽蛇神，非洲人叫他们奇塔胡瑞，印度人管他们叫阿普陀，而中国人会叫他们我靠什么东西。
蜥蜴人这一段呢，怎么听都像是一段都市传说，但别看这听着有点匪夷所思，这种说法在全世界还是有很多的追随者的。这种说法的出处呢，是出自于一个英国人，并不是古人，就是我们现在人。他叫大卫·艾克，生于1952年。他曾经是英国的一名足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体育节目的解说员，也是一名作家。据说他是在1990年的时候，一名通灵者告诉他了这个世界的绝大秘密，并且还告诉大卫他是治愈者，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这个星球的。现在大卫·艾克在全球已经有了无数的追随者。不过呢，不管怎么说，蜥蜴人这种说法还是让人觉得太玄虚了。咱们还是先把它放到一边，还是来说说犹太人掌控的共济会是如何统治世界的这个话题。咱们先来简单的说说共济会。共济会呢，中文名称又叫美生会。据说呢，这个组织的历史溯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那是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圣殿的那些工匠们组成的一个组织。而现代的共济会呢，出现的最早记录呢，是在公元1717年，是在英国出现的。大家知道，公元16、17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呢，正进行着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人们越来越多的倾向于用理性的力量来解释这个世界，来管理这个世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盲目的听从天主教廷的解释。共济会也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立的，它的宗旨呢，也是希望通过理性力量来改造人们的心灵，重新建立世界的秩序。所以呢，他招收的会员基本上都是在社会的上层人士，因为当时只有这些人掌握着知识，拥有着理性的力量。而罗斯查尔德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迈尔·罗斯查尔德也差不多是出生在那个时期。再以后的故事大家就清楚了，罗斯查尔德家族控制了共济会，而共济会则控制了整个世界。不过，如果想让大家相信这一点，还是要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在那时以及在之后的几百年间，犹太人并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是当时世界的主导者，犹太人远远不是，甚至可以说犹太人是当时世界的弃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欧洲最低贱的一群人。那么在遭受这么多的迫害以后，他们又怎么可能在几百年以后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呢？这本身就是有点匪夷所思。说起这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迫害啊，我又不禁要跑一下题。最近在网上呢，经常看到这种言论，说犹太人在欧洲遭受迫害，犹太人首先要找找自身的原因。为什么欧洲人不迫害别人，非要迫害你呢？肯定是你的一些行为举止让人厌恶，所以才招致了迫害。这就不禁使我想起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上小学的时候呢，班里总会有这么一两个同学经常被别人欺负。有些班主任老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比如说，一个孩子欺负了另外一个孩子，老师会将这两个孩子都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会首先批评那个欺负别人的同学，批评他不应该打人，这样是不对的，这肯定没有问题。随后的举动就让人觉得奇怪了，老师还会质问那位被欺负的同学，说班上这么多的同学，为什么他不欺负别人，专门欺负你呢？你好好想一想，你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问题？于是这位同学只好使劲想想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自己怎么会长在这样的一副受虐的体质？是不是遗传于他的父亲，受到了来自于他母亲的霸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老师问那个欺负别人的同学，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那个同学说，我知道了，我打人错了。于是老师就让他回家了。而那位被欺负的同学呢，因为一直想不明白别人为什么打他，所以无法给老师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反而会被留在学校，不断地对自己发出灵魂的叩问。现在我知道了，这类行为有一个心理学的解释，叫受害者有罪论。女孩长得美丽或者穿得性感一点，出门呢遭到了坏人的侮辱，有些人不责备施暴者，反而将全部的过失推在了女孩身上，说她为什么要穿成这样，为什么要这么晚出门，似乎是要证明她所受到的侮辱是她应得的，是她自己不检点造成的。指责受害者这种思想应该说是出自于一种假说，这个假说的名字叫公正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认为，人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公正的社会里，得到的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不幸的人所遇到的不幸都是他们咎由自取，而幸运的人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们应得的奖励。10月7日发生的事件
实际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0月7日，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者向以色列的平民发起了攻击，杀死了大量的以色列平民。当有人站出来谴责哈马斯这种行为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以色列应该也想一想，哈马斯为什么不攻击别人，非要攻击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错的事情？似乎想说明以色列得到的这一切是他们应得的。其实这和那位老师训斥那位被施暴的同学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当类似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谴责施暴者，这一点应该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至于以巴之间的恩怨，即使有千百条哈马斯人攻击以色列的理由，但也不应该找到一条哈马斯人攻击以色列平民的理由。这就好像上学的时候两个男生打架，一个男生被打以后，他可以选择报复的方式，他可以选择在某一天再打回来，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他将自己报复的对象放到了对方的妹妹身上，那就没有任何的公义可言了。有人说那是因为哈马斯弱小，以色列强大，哈马斯正面对抗是打不过以色列，所以他们才会采用这种杀害平民的报复手段。哈马斯人知道自己打不过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和谈，如果不想和谈的话，他们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他们可以去锤树练铁砂掌，也可以向功夫大师马保国请教如何打出最快的闪电5连鞭，但他们不能向妇女、儿童、老人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不好意思，有点跑题了。那么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迫害，是不是他们应得的呢？大家知道，公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被驱离本土，然后就开始了在欧洲各地的大流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中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虽然也会受到歧视，因为他们毕竟是离乡背井的外族人，但大规模的迫害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反犹主义高涨的时候呢，恰好就是基督教在欧洲大范围的传播的时候。那时候的基督教呢，分为罗马帝国的天主教以及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也就是说，基督教思想传播的越广，程度越深，对犹太人的迫害就越发的剧烈。到了公元1096年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来，最早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因为宗教原因。大家知道，基督教与犹太教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而犹太教认为弥赛亚还没有来，他们还在等待之中。所以基督徒们就认为犹太教徒们他们等待的并不是基督，而是敌基督，是 Antichrist。 而且当时在基督教徒中还有一种传说，说只有当那些犹太教徒都改信基督教的时候，那么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基督才会复临人间。而犹太人又坚决地拒绝基督教，这样自然就惹翻了那些欧洲的基督徒们。再加上后来罗马教会又认定杀害主耶稣的人就是犹太人，这样就更加助长了各地的反犹情绪。所以说宗教的分歧是当时欧洲反犹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又有了对犹太人生活习惯和对他们道德品格方面的严重怀疑。因为欧洲各地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不能当兵，不能做公务员，也不能搞任何实业，所以留给犹太人的生路并不多。按照基督徒的教义，基督徒之间的借贷是不可以收利息的，所以基督徒们都不从事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既然基督徒不做，犹太人就来做。这也就是后来被很多人诟病的犹太人大多从事的高利贷行业。在当时欧洲的农民都非常的讨厌犹太人，那是不是因为农民经常向犹太人借贷，被高利贷所害呢？其实还真不是，真正管犹太人借钱的都是那些贵族。这些贵族管犹太人借钱的时候，肯定要拿出一些东西来作为抵押，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采邑的收入，就是田租，交给了犹太人做抵押。等他们还不上钱的时候，犹太人就得到了田租的控制权，这样那些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就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对立起来。再加上有一些犹太商人比较贪婪，他们想方设法的提高田租，就更加激起了欧洲当地农民的义愤。再后来随着基督徒之间的借贷不可以有利息这条禁令的逐渐放松，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进入了民间借贷行业，这自然就压缩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犹太人就只好投身到另外一个更招人骂的行业，就是典当行业。
借高利贷威胁的不过是借贷人的那些流动资金，而典当行业，如果人家真的还不起，则直接要收借贷人的田或者地，这等于是要了人家的命。所以这也就不奇怪，犹太人就越来越不招人待见了。高利贷和典当行业造就了犹太人的财富，同时也酿成了他们的悲剧。大家想，那些欠犹太人钱的欧洲贵族们，他们虽然没有犹太人那么有钱，但是他们有权，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偿还债务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债权人死掉。所以杀了犹太人，这笔债自然也就不用还了。这样犹太人拥有的债权也就成了他们的催命符。在当地人心目中，犹太人就是一群与魔鬼为伍的人。当时很多绘画作品中的犹太人形象，他们都长着一个非常醒目的鹰钩鼻子，而撒旦的形象就是有一个鹰钩鼻子。当时呢，也有传言说犹太教徒们只有周期性的注入基督徒的鲜血，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特别是基督徒男孩的鲜血。当时呢，在英国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当地人都认为这是犹太人杀的。杀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个男孩的血进行祭祀。据他们说，犹太人逾越节时食用的无酵饼实际上是用鲜血制成的。到了公元14世纪，黑死病流行的时候，有一位犹太医生禁不住酷刑拷打，招认说一群犹太人合作制作了一种毒药，然后呢撒在各地的水井中。官府呢又将这个供认书传播出去，供认书走到哪里就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公元15世纪、16世纪，在欧洲实行了宗教改革，人们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罗马教廷的主导作用已经大大被减弱。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内，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还算是比较好的，与当地人的矛盾也得到了大大的缓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倡导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本人也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从公元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期，这段时间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共济会成立了，罗斯查尔德家族也逐渐的崛起。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地位，有人说甚至高过了国王，这还真不是夸张之词，这么说还是有依据的。在公元1832年的时候，当时的教皇格里高利16世接见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掌门人卡尔罗斯查尔德。当时教廷并没有要求卡尔罗斯查尔德去吻教皇的脚，而在当时，即使是君王觐见教皇的时候，也要跪下来吻教皇的脚。这种相对平静的日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终于宣告结束。而这一切都与一本书密切相关。大家知道，圣经是世界上出版数量最多的一部书。那么除了圣经以外，出版的数量最多、版本最多、时间最长、流传最广、争议最多的一部书，就是这部《西安长老议定书》。这可谓是一本百年奇书。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其实这部书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所谓的西安长老们坐在一起阴谋如何夺取全世界的政权，统治全人类的会谈纪要。是这部书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犹太人统治世界这种阴谋论的各种说法，其根源都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得到。也就是因为这本书，犹太人与阴谋就成了绑在一起的历史连体儿。那么书中所说的犹太西安长老们坐在一起密谋统治世界，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那么犹太人意图控制整个世界，那就不再是阴谋论了，而是实实在在的阴谋。那到底是阴谋还是阴谋论呢？咱们就来说说这本书。首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本书最初的语种并不是英文、法文或者是德文，而是俄文。这本书最早出版是在1903年在俄国出版的，一直到1917年、18年，这本书是少人问津，民间很少有人会提到它。但是在上流社会，还是有不少人在传看着这本书。当时的皇后就看了这本书，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看到了这本书，对书中的描述产生了怀疑。于是呢，他就让自己的首相去调查这本书的真实性。当时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就委托秘密警察对这本书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本伪书。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是一个反犹分子，
但是他还是凭着谨慎的态度，命令将这部书没收。本来这本书就应该从此销声匿迹，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没想到10几年以后，变故发生了。1917年爆发了俄国的苏维埃革命，在革命中失败的一方，那些沙俄的贵族以及白军就将这本书带到了西欧，而且他们还对外宣称，这次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就是西安长老议定书中所议定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犹太人夺取世界的一步。他们这么说也有他们的根据，毕竟布尔什维克党中有大量的犹太人。这本书传到西欧以后，很快就被翻译成了不同的语种，有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甚至包括日语。欧洲人也开始对这部书进行甄别。1921年，伦敦的《泰晤士报》就连续发表文章，证明这部书是一本蹩脚的抄袭。《泰晤士报》证明这部书的很多章节，有的甚至是整章的，都是抄袭一本大概是在1897年出版的，叫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的地狱对话，还有一本叫比亚里茨的反犹小说。也就是说，这部书实际上是上述2本小说的混合版。尽管这本书在1921年的时候已经被证伪，但仍然不能阻碍它在全世界的传播，因为这部书的内容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比如说后来的纳粹德国，这部书也成了纳粹德国教科书的一部分。希特勒口中经常说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来自于这部书。即使到了现在，在伊斯兰世界里，很多的阿拉伯国家的学校里都将这部书的内容当作事实来教授。现在的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也引用这部书的部分内容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本书还有日语版，翻译这本书的人叫安江先弘，是一名中级的日本军官。也就因为这本书，才忽悠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河豚计划。当时安江宣弘和另外一名日本的中级军官叫泉种为重，两个人呢是受日本军部派遣，帮助当时俄国的白军同布尔什维克作战。当时在白军中就广泛传看着这本书。安江先弘二人看到这本书以后是如获至宝，他们为这本书中提到的犹太人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所震撼，觉得如果犹太人强大的资本实力能够为日本帝国所用，那帝国大业必成。回到日本以后，两个人都进入了关东军。当时918事件以后，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在那里成立了满洲国。但此时呢，日本军方面临着一困难，就是让日本人移民到满洲，好多日本人不愿意去，所以他们也难以巩固在满洲的统治。正在为难之际，安江先弘他们二人提出的这个河豚计划引起了日本军部的注意。因为河豚计划就是让那些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让他们能够进入满洲国，在那里呢开辟一个犹太人的聚居区，给他们充分的宗教自由。日本人这么做并不是想真的帮助犹太人，而是呢想借助于犹太人的资本，他们希望他们这个计划能够得到在美国的犹太人的支持，因为他知道美国的犹太人是最有钱的。更重要的是，安江先弘他们完全相信了西安长老议定书所说的犹太人在各国政府中的影响力。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计划，既能吸收到美国犹太人的资助以及投资，而且因为这个计划帮助了犹太人，能够争取到美国犹太人的好感，而能够让这些美国的犹太人进而影响美国政府，让美国政府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存在。这个计划呢是在1938年提出的，后来呢也得到了日本最高当局的同意，但实施不到2年，1940年的时候，这个计划就宣告破产。破产的原因有2个，第一呢是这个计划的资金来源本来是寄希望于美国犹太人的资助，但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严正地发出声明，说任何与日本军方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他们拒绝与日本军方合作，他们认为日本人跟德国人一样，都是法西斯，都是犹太人的敌人，他们也绝对不会为犹太社区投1分钱。没有了钱，这个计划也就无法启动。再加上在1940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同盟协议，成立了轴心国，日本政府是无论如何不敢得罪德国的，所以这个计划也就最终搁浅。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要叫河豚计划呢？是不是订立计划的时候日本人饿了？在日本人心目中，犹太人有利可图，
就像河豚肉的美味。但是呢，深信西安长老议定书的那些日本人们也深信犹太人的力量，担心这些移入的犹太人将来会有一天真的控制了他们日本人。所以犹太人就跟河豚一样，虽然美味，但是有毒，必须要小心谨慎。这个计划在最初的时候确实也吸收了一些在远东的犹太人，但这些人的到来并不是日本人所希望的，他们希望来的是那些能够放高利贷的人，而不是那些背着高负债的人。这些人已经快被俄国人、德国人榨干了，日本人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这样河豚计划自然也就玩不下去了。所以总的看来，河豚计划并不是犹太人与日本人一次合谋侵占中国领土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计划，犹太人并不买账，而且这个计划还遭到了主流犹太人的坚决反对。《西安长老议定书》这本书不光是忽悠了不少日本人，而且还忽悠了很多的现代的中国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何欣，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我还真看过，名字好像是叫《共济会统治世界》。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的主要思想都是基于这本书。何欣说是共济会统治世界，宋鸿兵说是罗斯查尔德家族控制了全球的经济。何欣还说这些人坏得很，他们策划了一个叫昂格鲁萨克逊计划，据说是要在2012年到2014年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其目的就是消灭中国。同时西方政府将建立一个全球化的集权政府，当然了，这个政府背后自然是犹太人主导的。这个所谓的昂格鲁萨克逊计划是一个非常非常机密的文件，但不知道怎么了，居然有11页的文件被泄露给了何先生。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昂格鲁萨克逊计划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个专门编造阴谋论的网站，所以何先生并没有什么秘密渠道得到这些文件，他只需要上网 download 打印就可以了。何鸿兵先生提到的罗斯查尔德家族有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呢是他按照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最初的资产，在这几百年以后按照每年 6% 的比例递增而得到的。且不说这个数字过于巨大，这种计算方式也让人觉得太不靠谱。我看到过一组数字，2015年的时候，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总收入是14亿欧元，净收入 1.44 亿欧元。1个多亿欧元很多吗？确实挺多的，但掌控世界远远不够。不知道这里喝多少罗斯查尔德集团的拉菲才能想出5万亿这个数字。何欣先生在他的《共济会统治世界》这书中也提到了1元面值的美元上面共济会存在的标志。那么1元美元的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共济会的标识呢？认为有的人，其中一个理由呢是说设计这个图案的人是共济会会员。首先要说1元美元背面的左右2个图案，它是出自于美国国徽的正反面，而美国国徽的设计呢是在1782年，其过程呢是3亿起稿，而参加设计的人中确实有一个共济会会员，他就是本·富兰克林。但富兰克林提出的设计方案呢，是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为基础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最终的版本中，并没有看到出埃及这个故事的任何痕迹。所以实际上，本·富兰克林提出的设计方案已经在最后甄选的过程中被剔除掉了。图案中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13这个数字，并不是与共济会有关，与魔鬼有关，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建国的时候是有13个州，所以在图案中强调了这个数字。而那个最引人注目的独眼呢，有人坚持认为这是共济会的独特标志，但实际上这个独眼又叫上帝之眼、权势之眼，在以前很多的宗教作品中都能够看到这只眼。而代表共济会标志的那只独眼，则是在国徽公布的15年以后才被共济会广泛采用的。共济会是客观存在的，但共济会是不是真的在掌控这个世界，这个我就不好说了，毕竟我没有何欣先生的内幕消息。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共济会的大本营是在欧洲，而1战2战都是爆发在欧洲，可以说1战2战将欧洲打了一个稀巴烂。如果真的是共济会在操纵这个世界的话，他为什么不调停一下，不让世界大战爆发？就是爆发的话，也不要在欧洲爆发。有人说掀起世界大战是共济会故意为之，
目的呢就是清除异己。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想从家中找到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扔出去，你至于要把家砸了吗？我觉得即使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个背后遥控的黑手，我也相信那不过是博弈的一方，肯定还有第二方、第三方。而只要是博弈，最终逻辑、常识、良知、理智这些都会发挥作用，而这些也正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仍然保持乐观的原因。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